贫富差距为什么越来越大？我又来编小岛的故事了。从前有座小岛，岛上有10个人，靠捕鱼为生。每个人每天差不多能抓到10条鱼，基尼系数是接近于0。有一天，聪明又懒惰的侯亮亮升级了捕鱼装备，一天能抓30条鱼。没有人指责他技术领先，也没有人说这个不公平，毕竟他靠的是自己的智慧和双手。他成了岛上最早靠效率脱颖而出的那个人。侯亮亮把多余的鱼储存起来，更多的时间用来修补工具。其他人还在每天辛苦的捕鱼，他已经用银鱼开始扩大生产了。这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。再后来，他又造了一艘小船，划到了更远的海域，捕鱼效率也变成了别人的10倍。他不再和别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，而是开始进入了一个资源复利循环。有资源，更高的效率；更多的资源，更高的效率。而其他人呢，依然每天是靠劳动力吃饭的。10年过去了，小岛更加繁荣了，财富被集中的积累在少数人的几个人手中。侯亮亮甚至没有主动的掠夺任何人，他只是不断的在市场上用技术创新更高的效率赢下了财富。贫富差距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不公的情况下，一点点就被放大了，甚至是不可逆转的。这就叫在没有非市场化因素干预的情况下，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。所以公平从来不是自然的结果，而是制度的选择。在这个时候，制度选择登上了舞台，政治分歧也浮出水面。为了有助于理解，我们用美国2党的故事来讲好了。面对贫富差距的问题，民主党总统就会说，哎呀，你看这贫富差距扩大就是一个自然的趋势嘛。富人有的是各种办法让自己的财富增值，穷人肯定是没有什么机会的啦。所以我们政府是要采取行动来帮助穷人，比如征收更多的资本利得税，给穷人去发基础的保障，比如拜登、奥巴马、克林顿都是这么干的。共和党就说，我反对，贫富差距是由技术进步的不同阶段所导致的呀。那么既然是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带来的问题，那我们就应该在发展当中来解决啊。我们必须要让制造业回流，我们要限制移民，要保护美国工人的权益，给外国加关税，比如特朗普就是这么干的。如果用更加高级的词来概括，民主党更关注的是2次分配，共和党更加关注的是1次分配。那什么是1次分配、2次分配和3次分配呢？1次分配，举一个例子，桌子上有一大盘的肉，谁跑得快，谁力气大，谁手里有工具，那谁就分得多一点肉嘛。这就是市场分配，不讲情面，只看本事。你效率高，能够创新，会搞资源，那你就赚得多。听起来很公平，对不对？靠本事吃饭，不就该这样吗？但是问题是，公平的起点并不等于公平的结果。什么意思呢？在政治哲学里，公平其实是有2种含义的，一种叫形式公平，也叫机会平等，另外一种是叫实质公平。概念我们今天就不再做展开了，不然讲太多了。市场分配强调的是前者，它假设所有的人都有鞋、有力气，能够跑得动，规则是公平的，比赛也是公开举行的。但是现实是，有的人终其一生跑向罗马，而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。这就需要2次分配来登场了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抢肉大赛进行到一半，裁判发现有的人摔倒了，有的人鞋掉了，于是制度就站起来说，等等，让我们帮一把吧。政府就通过征税、社保、补贴、教育、医疗保障房、转移支付等等的手段，把过于悬殊的差距稍微的拉回来一点，不是让大家一起付，而是不让所有的人彻底掉队。再往上就是3次分配了，它不靠市场，也不靠政府，靠的是富人的自觉、企业家的责任感。比如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就是3次分配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了。巴菲特曾经宣布要在有生之年把自己99%的财富捐出去，因为他认为富人对社会的回馈不应该只是选项，而是一种责任嘛。
比尔盖茨呢就更早了，几十年来就持续的投入到全球的医疗、教育、贫困问题上，影响面就是好多国家的。这不是税法的要求，也不是法律的命令，而是他们主动站起来参与资源的再分配。但是无论是靠市场主导的一次分配，还是靠政府干预的二次分配，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假设，人们都是主要靠劳动力赚钱，财富主要是通过收入来获得的。这个假设在过去它是成立的，但是进入到最近几十年，决定财富差距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劳动收入不再是财富增长的主要路径了，真正决定差距的是你有没有资产，更准确的说，是你能不能参与金融系统，能不能搭上资产价格上涨的这趟车。金融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分水岭。今天的贫富差距不只是谁挣得多，而是谁涨得快。有资产的人财富靠房产、股票、债券在涨，没有资产的人只能靠工资、靠体力。而金融系统的游戏规则则是围绕着资产来运转的，不是围绕着劳动。一个人的年薪50万，但是没有房；另外一个人年收入30万，但是却在2015年买了3套房子。那10年之后谁更富有呢？这就是贫富差距从收入型的差异转向了资产型的鸿沟的一个本质。更加隐蔽的是，金融规则则是会固化阶层的。钱多的人可以用资产去抵押、去融资、去杠杆操作，而钱少的人只能在消费端买单，在通胀当中被迫下沉。一旦通胀上来了，利率变化了，资产持有者就可以调配风险，而没有资产的人只能认命。换句话来说，真正的贫富差距不是在工资条里边的，而是资产负债表里边的。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经济增长看似是不错的，股市楼市也是很红火的，但是绝大数人的钱包却是越来越很难鼓起来了。这不是你不努力，而是游戏规则已经发生变化了。所以金融素养在今天的社会显得更加的重要了。它不是教你炒股致富，也不是让你变成理财达人，而是帮你看懂这套游戏规则的本质是什么。什么是负债？什么是杠杆？为什么房子涨你没有涨呢？利率一变动，谁最受伤呢？我们只有搞清楚这些，才不会在表面努力当中被悄悄收割啊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文字版已经放在某众号小狮子的书房了，再见。